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我们能在一起挺不容易的。为了这段感情，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他跟我回到老家后，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，想努力对他好。我跟他到唐山以后就没过过好日子，他天天忙着那个破饭馆，见不到人。我感觉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。他特别不理解我，我现在努力做的这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他吗？这半年来，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都感觉不到他把我放在心上。我现在觉得我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如果他离开我，那我为他付出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？我真的不想失去他。是我情不自禁地为你痴狂。爱情开始算账了，这段情能算得清账吗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张，23岁，来自河北，饭店老板；女嘉宾小月，23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里面有很多印象深刻的话，其中有一句话叫"一开始就是个错误"，怎么理解这段话？因为我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在一起的比较坎坷。我们两个人吧是大学同学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在学校里面都是学生会的一个部长，经常在学校里面组织活动的时候，会在一起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有男朋友的。当时她跟她男朋友是异地恋，她男朋友他们家跟她父母他们家都是认识的，他们就是打算让他们以结婚为目的走下去的。但是我了解到他们两个的真实情感并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就是想嘛，反正他异地恋，然后我不就有机会了吗？当时他确实追我也追得比较厉害。有一次我们俩出去玩的时候，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就是那次我前男友要跟我视频，他要找我有什么事儿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就跟他视频来着。然后他就是出去买东西去了，买完东西之后回来找我，然后找我就是把他买的东西递给我，然后又跟我说了几句关心我的话。我前男友就误会了，他就跟我提分手了，还把这件事情跟我父母说了。就是我父母对他那个时候第一印象就不太好。然后那时候他父母对我印象特别不好，就是认为是我拆散他们俩的。但是后来他还是继续追我来着，早上的时候给我买早点，中午和晚上的时候也都陪我吃饭，一起泡图书馆什么的。那个时候在一起真的挺开心的。现在大学毕业了哈。在哪儿生活呢？我们现在在那个唐山。他跟我一起回的唐山，因为等于女孩跟男孩回家了是吗？对对对。那你父母同意吗？我父母是不同意的。我那个时候就是跟他感情挺稳定的，然后关系也挺好的，然后再加上我不想在异地恋了，所以我就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我就跟他去，就相当于就是私奔到唐山那样。这就是两个年轻人说在一起的不容易是吧？那不是挺好吗？突破了重重阻力，两人又在一起了，这怎么就不能好好过了呢？他不是跟我来唐山吗？我心里边特别记他的好，然后后来我就想，我现在大3实习了，毕业以后肯定也得找个工作，但是如果是自己工作的话，不如是创业吧。家里边商量以后，我就打算跟我唐山本地的2个不错的小伙伴，然后一块开一个云南的火锅店。然后那个时候店刚开业嘛，所以工作也都特别忙，一点时间都陪不了我，就是也都不关心，也不问候我。你觉得他冷淡你了？我也不是不关心的，你想啊，毕竟我想创业，不可能每天都陪在他身边。你现在就只要是那个时候一给我打电话，就是因为他那饭馆的事儿，要不然就是缺个小黑板，让我给他买个小黑板。女生就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浪漫了，是吧？他现在给你打电话，完全是出于有事儿交代你，对，是吧？饭馆这事儿。我俩是情侣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有事我不找她，我找谁呀？我找别的女孩，你愿意吗？你找别的女孩，我当然不乐意，但是你现在就是一给我打电话，肯定就是因为你饭馆的事儿。我现在工作也挺忙的，然后我也没有时间跟你。你们俩现在住在一起吗？对，住在一起。回家之后有交流吗？回家之后有交流，但是特别少，就是忙得4脚朝天的，也没有时间顾我了。那个就是你觉得他现在不顾你，这是最大的冲突，是吗？而且他让我来唐山之前跟我保证好好的，说一定要陪我，一定要
不会让我孤单的。可是现在我跟他来唐山了，住到好几个月了，说的这些他都没做到，我就感觉我是被他骗到唐山来的。我一心一意的为他，然后我抛弃我的父母，我就把就是因为他不关心你吗？还有后面的事情，说后面的事儿好吗？上学的时候他是滴酒不沾的，但是现在都不一样了，他又抽烟又喝酒的，然后喝完酒之后还跟我耍酒疯，天天喝酒啊？经常，也不是天天喝，天天喝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他不愿意干了，他特别想就是回家里边，他父母也催着他回去，然后我每天都心烦，他这边不理解我，然后火锅店没有起色嘛，然后我那2个兄弟也就是说跟我提出要转型，我自己这方面我认为是坚持下去肯定能好的。生意情感都不顺，就喝点酒。对，喝酒之后他跟你闹事儿是指什么呀？他就是跟我抱怨，而现在脾气，喝完酒之后脾气也特别大。你说他现在时间也挺忙的，都没有时间陪我。然后我现在工作也是挺忙的，但是我闲下来的时候，有空的时候，我就想让他陪陪我，可是他都没有时间，他就以各种理由就拒绝我。他不陪你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呢？他不陪，自己出去玩还是？我就会找几个同事一起出去。你跟你几个同事出去我不管，但是你们可以就是逛逛街呀，然后看看电影什么的都行。然后你们非得去旅游去穷游，然后你们住的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各种帐篷，然后去那种小青年旅社，然后男男女女都住在一块儿，这点我特别不愿意。我每次出去玩他就跟我吵架，我一出去玩他就一遍一遍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还要跟我视频，非得要看看我跟谁在一起呢，在哪儿呢？你说他就是总是这样，就会让我感觉他有一种怀疑我。有一次他去的大理，你说唐山离大理那么远，我不在你身边，我放心你吗？你还说去大理那事，他一说去大理那事我就特别生气。就那次我跟同事都约好了，我说我要去大理，机票什么我都买好了，他就死活的都不让我去，他居然把我行李箱藏起来了。他就是为了不让我去，他就能干出这事儿来。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后来还是没挡住你啊，你不还是去了吗？但你那么做也太极端了呀！女生，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哈，你为什么不能陪他一起做这个火锅店呢？因为他这个火锅店根本就不赚太多钱，所以你每天也不看好这个是吗？对，我是不太看好的，因为他没干过这个东西，他没有任何经验。所以你就不想陪他？不是不陪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每个月就赚2、3千块钱，跟我赚差不多，而且我这边也有工作。没有办法把这边工作辞了也陪他，他就是有些什么忙我也会陪他，但我也需要出去散散心呢。我也那时候也特别烦躁。你烦什么呢？因为父母这边对他和意见都挺大的，然后他现在就是对我俩的未来一点看法都没有。你想娶过她吗？想过吗？也不说结婚，然后也不说那些事儿，也不多安排。你要是说以后想跟我结婚的话，主持人，我跟你说。之前他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，特别就是喜欢去旅游。他突然之间跟我说这件事儿，就是因为他就是11月份，他的前男朋友就是结婚了，在朋友圈晒各种幸福。然后他前男朋友去那个海南那边旅行结的婚，当时场景特别的隆重，然后他就羡慕了。你不就是羡慕你站在你前男朋友身边的那个人应该是你吗？然后你就眼红了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。我要是这样想的话，我当初就不跟你了。我主要是因为你现在你什么矛盾你都不解决，你和我父母之间那边的矛盾你也不解决。他现在就这样，也不去见我的父母，也不跟我提结婚的事儿，我心里也其实挺着急的。等于你前男友结婚，你就拿你前男友结婚的事儿跟他说我们结婚，他对我就是想着让他计划一下。当时我就想，现在我们刚大学毕业1年多。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里边。我曾经也跟他发誓过，如果你要是想结婚的话，我跟家里边凑钱也能凑出一个房子首付钱。就算你说领证，咱明天去领行吗？但是我之前他都没想过。你说这话也够气人的了。他又拿这种东西来忽悠我，就是女生是特着急嫁吗？给我画大饼。你是特着急嫁给他吗？也不算是特别着急，因为结婚嘛，毕竟是需要一个长久计划的。你不可能说今天结，明天就办婚礼，
至少也得提前个1、2年先计划着。你觉得他没计划是吗？嗯。现在女生是想回老家了是吗？嗯，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你说你去看看我父母多好，化解一下他们之间的误会。嗯。可是他都没有去，他就是在那儿喝闷酒。你说他有时间喝酒，就怎么就没有时间多陪陪我？后悔吗？有点。男生后悔吗？后悔。没想到压力这么大是吗？对，压力特别大。也没想到怎么他就要结婚了是吧？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啊。而且，我俩就是吵得最严重的一次，就是因为上次他有个朋友过生日，非得要让我去，然后那个时候吧，我就是怕他喝完酒之后跟我耍脾气，跟我耍酒疯，然后我就说我难受，我就没去，他就特别生气的就把我电话挂了，然后之后我再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了。我给他打电话就是想让他少喝点，想让他早点回来，可是他后来就直接给关机了。我那个朋友过生日，我叫他去，他不去。然后我在外面玩，跟那几个过生特别好的朋友，他就不放心我，老是叫我回家，你就回呗。但是我跟那几个朋友也不错，我们一块开的店呢。我在外面，我是一个男人，不能软下心来，然后回到家里边吧。对，他就是觉得我可能不放心他。好，我再问啊。其实我就不想让他喝太多酒。现在是你想回家了是吧？你不让他回？对。为什么不让他回家？我感觉他是在我身边好一点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干了很多让我伤心的事儿啊，就是他喝完酒之后又那次就是吐了，然后在走廊里面吵得特别大声，吵完之后他就咣咣砸门，我还以为怎么回事呢，我在猫眼里面一看，我看是他回来了，我就寻思把门开让他进来吧，然后他里老外斜的走了几步就在家里吐了，我就给他收拾，一边收拾吧，他一边就嘴里还说我。你怎么就不去我给我朋友过生日呢？你要这样式的话，就给我特别没面子。然后我就顶了他2句，他就上来那脾气了，跟我说你老给我拖后腿，然后还惦记着前男友，勾搭了前同事，然后就跟我说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回老家去，上哪来滚哪去。我那个时候就心里特别委屈，我就想我一个人，我为了他，我就是背井离乡的远离了我的家乡。然后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他身上，结果他对我这样，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可委屈了，然后我就对他特别失望。我就是现在就是对我们的未来特别的不看好。家里人知道你现在这个现状吗？不知道。不敢说是吗？啊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怕他们担心。唉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是吗？对。所以今天来这儿了，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你前男友结婚的那个场面，你羡慕吗？还挺羡慕。其实你刚才就在说，我为了他背井离乡，和父母闹翻了，一切都是为了他。所以你在这场爱情当中，其实计算了很多。我为了他这样做，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付出我要的是什么？所以你现在会这么沉重，这么难过。我付出了和父母的关系不好，我付出了背井离乡，我付出了一份安逸的生活，还有我想要的浪漫的婚礼，而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没钱，生意不好，房子也没有，更别说浪漫的婚礼，太不值了。所以我想逃离。如果爱情我们真的这样去计算付出与收获的时候，就一定很沉重。就像你今天这样，以前我们总说一句话说，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或者婚姻，终究不会有好的结果。现在也许不是这样了，但是你们这段不被祝福的感情，由于你们2个没有足够的能力，你们扛不起这些压力，所以在这场较量当中，其实你失败了，所以你想逃走了吗？而男孩，你明知道人家当初有男朋友，你如果喜欢他，你为什么不在旁边默默等待他们分手？你非要插那一脚，当时乱了，就背了这样一个给自己的压力。我可是拆散人家了啊！虽然并不是那个时候你们俩就做了男女朋友，但你明知人家有，你还介入这段情感，你背负了这样的压力。所以现在我无论如何我可不能放弃啊！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不能白付出了。我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，如果全都是压力，爱很少了。如果不能承担，不要再去计较曾经我们的对与错、付出与得失，
放手，留下美好的回忆，至少我们不顾一切的付出过，重新开始人生的旅程，也许对你们都好。谢谢严老师，来于老师，不见得一定是说物竞天择，最后你们经过前男友的那一个基础，然后你这样的选择，然后你们认为就是这更好的，经过你们更长时间的相处，更加落地的走向生活，你们可以做一个重新选择，说我们发现还是不适合，这个其实可以放手。但是我发现我努力想排除这个因素，还排除不掉，包括在你们的眼神和表情当中提到前男友的那个婚礼现场，不仅仅你受影响，其实你现在的男友也受到极大的压力，这个基础就把你们给架到另外一个你们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，这边就一定要证明你跟了我比你嫁给前男友更幸福，但是一开始基础毕竟不一样，所以他说了，那我创业兴许如果在经济上可能会比打工上班可能更加速度一些，当然这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付出，所以现在你是为了证明而证明，所以你很苦。而这边呢，一个女孩背叛的不仅仅是前男友，包括爸爸妈妈。你要知道，在这种压力状态下，你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，创业本身就足以让你24小时不停地在思考，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他的情感。到目前为止，无论是在经济上，在各方面，其实你都不如前男友的，唯独你的对他那份的追求打动了他。但现在你完全把你的精力放在了创业上，你忽略了他身在异乡的那份期待和愿景。女孩这时候有这种感受啊，至少我站在他那个角度，我觉得我是接受不了的。所以呢，其实我宁愿你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，因为你们分开以后呢，可能是一个新的这种起点，把前面的事情可能慢慢的淡掉，这种比较和阴影反而会更小一点。别再去硬撑，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如果觉得两个人还想在一块儿，可以再重新来，不行就顺其自然分开。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。好，谢谢于老师，来涂老师。这期节目播出之后，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欢迎你回家，因为他们不会记自己孩子的仇。很多言情小说里面都有你们这样的故事。但凡是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放弃了自己的前男友或者是丈夫，又或者是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妻子，又或者是前女友，结果都不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他们始乱终弃，也不是他们彼此不够认真，是因为太仓促。未经失意不懂人生，未经失恋不懂爱情。他创业失败一次，他就懂得创业有多难。但是你记住，你好像没有失恋过，因为你刚放弃一段恋情，马上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恋情，你几乎是无缝连接啊。我无意去谴责你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，但是既然你选择了背负种种压力，背叛几乎身边所有的人，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，你逼得自己只能够勇敢往前了，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的。就走的时候轰轰烈烈，但你去了之后，你真的付出了对于爱情全部的努力吗？所以你的那次出走，在我看来，并不是背负了重重压力，你是在种种情绪的迸发之下，很轻易的再次做了一个决定，就像当初离开你的前男友和跟他开始一样，轻易的分手，轻易的开始。至于男生你是怎么想的，我其实特别理解你啊，这个无论是爱他也好，无论是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也好，你都想给他你所拥有的一切。但是毕竟你还年轻，遭遇创业失败的同时背负种种压力，内心烦躁，情绪无处发泄，于是有些迁怒于他，这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。但是经过这次创业失败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要真正的为自己的一个行为履行自己的承诺，去背负那些生活的压力和在爱情生活当中的种种挫折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。你也不能去怪他，
不是所有女人都能那样，也不是所有男人创业就能轻轻易易的成功。我是完全建议你们分开，连试都别试，各自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回家，父母会欢迎你回家的。回家之后，好好想想自己的生活。创业失败也没关系，创业是为自己创的，不是为女人创的，听见没有？不要把这种创业失败转嫁在他的头上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坦荡一点，好吗？祝你们各自幸福。老师说的很对啊，回家如果真觉得不行，先回家，静一段时间，跟父母先把过往的事情做一个总结，因为父母是爱你的，这个无所谓，不要被那些东西自己给自己套的这个东西让自己压力太大，听明白了吗？嗯，要心甘情愿的为对方去付出，其实很简单。如果愿意为彼此付出，真的从今天开始愿意放下，只考察这段感情，你们再试一试。如果你们还纠结在其中不能出去的话，那你们分开也没什么。这就是一段恋爱，这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之前的种种事儿吧，还有3位老师说的话，我已经就是感觉深深的扎到我心里边了。我真的感觉特别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把所有精力都花在我的事业上面，我应该抽出更多时间来陪你，因为这才是爱情。我想以后能就是你再原谅我一次。我再考虑考虑吧。谢谢2位啊，请回吧。大学同学，男生在明明知道女同学来请关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，还对女生发起了攻势，导致了女生跟自己的男朋友的一次视频当中产生了误会，因而分手。很快的，这对年轻的同学就走在了一起。后来，这位女同学为了男同学又留在了男同学的家乡，而男同学开始忙于创业，忽视了这位女同学。一切的一切就开始了，这段情感，情归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开门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。所以这个结局是一个好结果。